嗨，大家好，我是妮娜。如果你最近有想要去日本京都自由行的话，一定要看我们今天的日本旅游教学影片。因为说到去日本京都自由行，大家应该都会想到搭巴士移动。但是近年来京都市的巴士规定变了很多，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支影片呢，就是要重新跟大家整理一下新的京都巴士的规定，教大家巴士的路线到底怎么看、怎么搭。有想要去京都的人，一定要把这一支影片看完哦。过去大家到京都自由行几乎都是会搭巴士移动，巴士路线非常多，加上还有推出巴士一日券，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就无限次搭乘巴士。不过近几年因为京都的观光客非常的多，所以很多巴士都开始爆满，品质就变得非常差。加上现在已经停止贩卖京都的巴士一日券了，所以现在要搭大众交通工具玩京都的话呢，就只剩地铁加巴士一日券可以使用。不过这次我到京都出差，有实际使用地铁加巴士一日券，发现其实它比巴士一日券更方便，而且也一定可以回本。这个券目前的售价是1100日元，虽然听起来比以前只要700日元的巴士一日券还要贵，但是它其实还是蛮划算的。它有几个优点，像第一个优点当然就是可以同时使用巴士跟地铁。那巴士搭乘一次是要230日元，地铁一次是210日元。其实你在京都一天的移动，搭巴士加地铁加起来有5趟的话就回本了。再加上因为现在京都的观光客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你一整天都搭巴士移动的话，一定会遇到很拥挤的路段，其实那时候体验会很不好。很推荐大家可以在比较拥挤的路段搭地铁移动，到比较少人的路段再转乘巴士，这样的话其实会反而比你直接搭巴士还要快更多。那最后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也只有地铁加巴士一日券了，所以没有理由不使用地铁。那也有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这一个地铁加巴士一日券，像第一个就是跟以前一样，可以直接在公车上跟司机购买，下车之前跟司机说你要跟他购买一日券，那买完之后直接插卡进去就可以使用了。不过这个方法比较不推荐，是因为每一辆公车上的库存不一定够多，所以很有可能遇到没有一日券可以买的状况。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你刚好是在比较拥挤的路段购买这个一日券的话，可能就会让后面排队人潮变得很多，会变得大家都很烦躁，所以真的是不推荐这个方法。那其实京都是有非常多地方都可以买这个一日券。大家如果是搭新干线移动的话，一到京都车站其实就可以购买了。从新干线的京都站下车之后，往搭巴士的中央口方向走啊，沿路上有一个叫做京都观光案内所 Kyonabi 的地方，其实这里面就有卖京都的地铁巴士一日券。在京都车站的站外也有很多地点可以买，巴士总站有A、B、C、D 4个月台，那每一个月台其实都有自动售票机，现在也就只有那一个京都的地铁跟巴士一日券可以购买，或者是京都巴士总站的右手边有一个 JR 京都站巴士综合案内所，里面是一个复合式的设施，有卖长短程巴士的车票，也可以直接买地铁巴士的一日券。除此之外，其实京都市内的便利商店或者是地下铁站也都可以购买，所以其实可以买的地方真的非常多。京都地铁巴士一日券它的使用方式也很简单，你搭乘巴士之后先上车，在你要下车的时候把卡片插进司机左手边的一个绿色的票口，插进去之后它就会印刷本日的日期。那要注意的是，这个巴士一日券它不是24小时的，是仅限今天的这个日期，所以会建议大家如果要使用这个券的话，最好一大早就开始买，这样你能用的时间才会是长的哦。那只有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要插进票口印刷今天的日期，第二次搭巴士开始要下车的时候，只要把卡片背面的那个印刷好的日期给司机确认就可以了。那在京都车站或者是京都巴士总站的购票的地方，都会有一份这个京都地下铁巴士的路线图，推荐大家这个一定要拿，超级好用。这个有中文版跟日文版可以拿，但是因为有一些站牌可能只有日文，所以建议大家中文版跟日文版都可以各拿一份交互做参考。那购买这个京都地铁巴士一日券之后，也不是所有在京都看到的巴士都可以搭乘哦，所以还是要先认一下哪一些巴士可以搭，哪些巴士不可以
回答。那在京都大概有4种不同的巴士在跑，第一种也是大家应该最常会用到的是京都市营巴士，它的车身全部都是浅绿色的，所以只要记这个浅绿色就知道它是京都市营巴士。那第二个常用到的是京都巴士，只差一个字，可是是不一样的系统。京都巴士是棕色的车身，一样算是蛮常用到的路线，蛮多路线是会经过京都车站的。如果要从市区去岚山的话，就很常会坐到京都巴士。第三种是京阪巴士，红白色的车身，主要跑比较远程的路线，所以基本上不太会用到。那另外一种是西日本 JR 巴士，是蓝白色的巴士，也是走比较远程路线的，所以也比较不会用到。那在京都搭巴士有几个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虽然一样是在巴士的站牌等车，但是你要等着车来的时候也不用特地招手，因为司机经过站牌一定会停下来，所以只要在站牌内等待就可以了。那京都市大多数的巴士站牌的设置都还蛮完善的，都会有即时动态显示各个路线的巴士几分钟后会来，现在在哪一个站牌，所以很方便。在 Google Map 上也都查得到大概巴士还有几分钟才会来，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在京都搭巴士的话，其实不用特地背路线，或者是事先安排几点要搭乘哪一个路线，因为京都巴士的班次都蛮多的，而且同一个站牌都会有蛮多不同的路线经过。在京都搭巴士还有一个陷阱题，如果这个巴士站牌比较大的话，它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上车地点，比如说光是4条河原町这一个巴士站牌就有8个不同的乘车地点，那都有相隔一点距离，他们前往的方向也都完全不一样。那这一些是在 Google Map 上查不出来的，所以大家如果也要搭巴士从京都河原町啊这几个比较大的站牌的话，一定要先到当地的站牌看清楚。京都的巴士搭法呢是从后门上车，前门下车。那不管你是使用巴士一日券或者是用 IC 卡搭乘，都是在要下车的时候再付钱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用零钱搭乘的话，记得一趟都是230日元。那如果没有零钱的话，也不用担心，只要你是拿1000日元或者是5000日元的钞票的话，都可以直接在车上换钱。那京都搭巴士最近有一项最新的规定，是在2023年底开始禁止携带大型的行李箱上车，因为京都的巴士有一些路线非常多人，带行李箱上去的话会变得非常拥挤，所以建议大家先搭地铁到离你的住宿最近的站，放完行李之后再开始搭巴士哦。那京都的巴士在最前面跟车辆的中段都有荧幕会显示现在正在往哪一个站牌前进。那如果下一个站牌就是你要去的地方的话，记得在它广播的时候就按下车铃哦。如果你是从京都车站出发要搭巴士的话，它的巴士站牌长得跟一般站牌会比较不一样，因为京都站也是京都巴士的总站，所以它的月台非常的多。但是京都车站这边的导览做得非常好，所以大家一定不会搭错车。一出京都车站，右手边有一个很大的告示牌，会写满各个接下来要发车的路线跟它的时间，每个路线都有不同的搭车地点，所以你只要确认好你接下来要去的目的地要搭哪一个路线，确认好之后再看这个路线是在哪里上车，再走过去等车就没有问题了。那接下来就依照京都各个知名景点来跟大家说明怎么搭会比较方便。那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经过岐原清水寺的这一条南北向的东大路通，还有经过4条乌丸、4条河原町的这一条东西向的4条通，经过的路线几乎都会非常的拥挤，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要搭乘巴士的话，最好是避开这个路段，先搭乘地铁到最近的车站之后再转乘巴士会比较好。像是京都清水寺啊，很多人可能都会直接从京都车站开始搭，但是这些路线都会经过京都最拥挤的区域，建议大家可以先搭地铁到最近的地下铁东山站，再徒步慢慢散步到清水寺。岐原也一样是非常挤的路线，也是建议大家搭到东山站之后再徒步往岐原走。还有一条很挤的路线是银阁寺，像是要到银阁寺的5号路线啊，或者是204、205，都经过非常多京都的知名景点，同时也是京都在地人生活的时候很常使用的路线，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搭地铁到最近的簇上站之后，再慢慢散步，经过南禅寺、哲学之道，最后到银阁寺，或者是先到出町柳这个站牌，或者是乌丸京出川这些站牌，
再转搭巴士到银阁寺。如果是要去蓝山的话呢，不要搭巴士了，直接搭电车是最快而且最不拥挤的方式。巴士的话要将近1小时的时间。那如果你是搭 JR 直接从京都车站到蓝山的话，不用半小时，所以这是最方便的方式。那如果是要到京都的贵船鞍马区域的话，一定要搭乘瑞山电车。那如果要从市区搭巴士再转乘瑞山电车的话，路线会非常的复杂，很花时间，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直接搭京阪电车到初町柳站，再转乘瑞山电车是最快又最方便的方式。那京都市区南部的福建道和大社啊，或者是宇治平等院这些地方呢，也推荐搭 JR 电车是最快的方式。那我这次在京都的出差，其实是第一次实际使用京都的地铁加巴士一日券。那我用下来的心得，觉得其实它真的比巴士一日券还要好用。因为巴士一日券的话，只能搭巴士，就会想着要省钱而不停的得去找站牌或者是等巴士。但如果是地铁加巴士一日券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搭地铁避开人潮。结论来说，也可以更快的达到你要去的目的地。所以我觉得到京都自由行的时候还是可以买。那主要就是要记得搭巴士的时候可以避开会非常多人的祇园、八坂神社、清水寺，还有4条河原町系列的那一个站牌。其他地区我觉得搭巴士都还算是蛮舒适的。那这一支搭乘京都巴士的教学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那如果大家还有想看其他日本旅游的教学影片，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那这一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拜拜。